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第一天，江毅便跟我签订了结婚协议书，为期3年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可以说是非常厌恶我。宋音，你最好收起你那不该动的心思，别来恶心我。我僵硬地抿了抿唇，苦涩地笑不出一声。3年来，我尽力掩盖住我眼底对他的爱意，一次又一次地被他冰冷无情的话语伤得遍体鳞伤。我厌倦了，现在他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。结果离婚后，他像是发了疯一般找我，红着眼求我原谅他。第一次遇到江毅是在高2，我刚刚从安庆市转学来到了一中。开学第一天，老师便让新生做自我介绍。我从小便是口吃，一遇到人多的地方，我便紧张地说不出话。让我们有请新同学做自我介绍。班级里所有的目光全部聚集到我这个跟他们格格不入的生人脸上。我紧张地死死扣住裤子，低着头缓缓站了起来。宋，我叫宋音。我想这么给大家说，我叫宋音。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自我介绍，却像是比枷锁还要沉重，在嘴边始终说不出来话。我半天说不来一句完整的话，脸颊被憋得通红。果然跟料想的一般，我真没用，连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都说不好。班底下有人开始嬉笑着窃窃私语：宋什么宋？我看是怂吧，哈哈哈哈。此时我的脸火辣辣的，只想赶快逃离这里。开学第一天便就要重蹈覆辙了吗？我自卑得恨不得要把头整个埋进衣领里，似乎只要别人看不见我，我便不会能注意到周身嘲笑的目光。砰的一声，大门打开，一个少年漫不经心地斜挎着书包。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少年的碎发被雨水打湿，微湿的头发往下滴着水珠。江毅，这个星期都是第几次迟到了？下次你再迟到，就给我站在外面听课。伴随而来的是班主任生气的质问。就这样，他的出现让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他的身上。自然也就没人注意我这个连自我介绍都说不好的小透明。他走到我位置上的时候，停顿了下来，淡淡地瞥了我一眼，似乎是不屑，又或者是厌恶，但不知道为何，我却把这个眼神当成了救赎。窗外下着细雨，湿哒哒的天气也掩盖住了我内心深处阴暗的秘密。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冲进去给自己一个大巴掌。如果一个巴掌打不醒自己，那就2巴掌。从那天起，我便时不时地偷偷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大家口中的天之骄子。他身世好，学习好，长得帅。在一中的这2年里，他的名字几乎是全校女生讨论的话题，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。我像是一只阴暗的见不到光的小偷，时时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默默跟随在他的身后。我暗恋他，但谁也不知道。跟江毅第一次说上话是在我转学1年之后。宋音，今天放学我和江毅要值日，我看你挺闲的，要不你帮我俩值日吧，下次我帮你。厚重的刘海挡住了我的神情，我抿了抿嘴，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2个少年。江毅单手抱着篮球，吊儿郎当地靠在墙上，丝毫没有看他一眼。原来今日是周五，我在心底默默地想。每周五，江毅都会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去操场上打篮球。每次这个时候，操场上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女生们拿着水站在操场围栏外面，只希望比赛结束时可以亲手把水递给江毅。
我只敢一个人偷偷站在教学楼后面，伸着脖子，努力地寻找着人群中他的身影。这一看就是1年。喂，你叫宋音吧？江毅见我不说话，他顽劣地勾了勾唇角，一步步逼近我。我紧张得不知所措。偷看了我1年多了，这点程度的报酬对你而言应该不算过分吧？我顿时呆在了原地，耳畔嗡嗡直响。后来他说的话我再也听不见分毫，脑海里一直重复着他的这句话：不是，我没有。我声音小得可怜，紧张的手指死死扣住袖子，心里却是兴奋的快要笑出声。多少次我都幻想着能跟他说上一句话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打招呼，都能让我激动一整天。只听他冷笑一声，高傲的眼神幽深地看着我，像是施舍般的对我说：把你那丑得要死的刘海弄上去，全身上下也就你那双眼睛还能看，以后别让我发现你像个阴暗的老鼠般偷看我，允许你大大方方地偷看我。他喜欢我的这双眼睛。后来跟他结婚后，每次翻云覆雨后，他总是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我这双眼睛，温柔地一遍遍吻上去。情到深处时，他会在我的耳畔嘶喃：茵茵，我爱你。宋音，你帮我们买一点饮料吧，麻烦你喽。贺瑶笑意盈盈地递给我几张钱，示意我去买啤酒。今天是班上的班花贺瑶生日，也是高考结束的第3天。他父母是做生意的，家里有点小钱，所以他出手十分阔绰，请班里面的同学去 KTV 包场玩。我只是因为碰巧和他一个班级，勉为其难的凑数才邀请我来的。对于这种场合，我一向是不喜参加。我讨厌跟人打交道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总带着嘲讽和鄙夷，让我感觉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。之所以会答应，是因为江毅也会去参加。江家和贺家在工作上是合作伙伴，他们双方父母交好，江毅会参加贺瑶的生日宴会也不足为怪。又一次的被当作跑腿，我似乎早已习畅，但是这一次我却迟钝了片刻。江毅挨着贺瑶坐在包间皮沙发的中间，他此刻正好整以暇的半眯着眼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我脸色有些僵硬，心想他会不会出来帮我说话，哪怕一句。结果是并没有。我接过他手上的钱，这种事情我已经数不清发生过多少次了。不管他们怎么吆喝我跑腿，我都不在意。我在意的始终是江毅。无数的目光聚集在了我的身上，像是回到了开学第1天，我被人打量嘲笑的时候。我低头红着脸快速地跑了出去，手心里的钱被我攥得皱成一团。哪怕我跑得已经足够快，还是在关门的时候听到了一些话。真是个恶心人的家伙，也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转学来到我们班的，真倒人胃口。整天闷着头不说话，就是个闷葫芦。毅哥，你之前为什么同意他跟在我们身后？江毅眼神放，似乎是想起来了哪个人，眼神带着些悲伤。他眼睛很像一个人。我站在门口，心砰砰地跳个不停。我还是听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。我自嘲地勾了勾唇，原以为自己拼命地靠近了他一步，原来自己从始至终都是别人的替身，一个跳梁小丑。我买完饮料走了进去，准备放下饮料便回家，毕竟这个地方也没有想要看到自己。宋音，过来。嘈杂昏暗的环境里，有人在台上 K 歌，有人在聊天。我一下子便听出来了江毅的声音。他在叫我吗？他为什么叫我？还是我听错了？我心下一紧，透着昏暗的灯光，朝着他坐着的方向看去。好巧不巧，对上了他的视线。过来。他再一次对着我说话。
我才意识到他是真的在叫我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他一把把我拉了过来，坐在了他的身边。他喝了啤酒，身上带着酒气，微醺着眸子紧紧盯着我。宋音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不要？高中2年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我距离他这么近，近到我可以看清他眼角下面那枚很浅的痣。我鬼使神差地开口：什么机会？做我的女朋友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和江毅便在一起了。那晚上他突如其来的告白一下子打乱了我人生所有的计划。我不知道为何他会突然跟我说让我做他的女朋友，巨大的喜悦让我来不及细想。一个你暗恋2年的人突然告诉你让你做他的女朋友，这种感觉就像是买彩票被砸中一样，让我觉得自己走了大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我在一起完全是把我当成了他爱而不得白月光的替身。跟他在一起的大学这4年里，我很听话地扮演好女朋友这个角色，不会主动找他，只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。很多时候他都会给我一种错觉，让我错以为他是喜欢我的。我每次来姨妈的时候都痛经，有一次疼得我还在上课就昏倒了，室友把我送到了医务室。我睁开眼就看到了坐在我床头的江毅，我和他是一个大学的，这是这个月我第一见到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扯着沙哑的声音问他，他面色冷峻。1个月没有见到他，他看起来有些憔悴。肚子还疼吗？疼。我委屈地嘟囔一句。他搓了搓手掌心，他掌心温热的温度透过他的手掌传到了我的肚子上。他细心地替我揉了揉，是不是又偷偷吃凉的了？每次只要他让我尝点一点点甜头，我便没出息地开心好久。给一个甜枣再打1巴掌，下一句话又把我拉回了现实。这段时间我有点忙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。我迈过头，没再去看他，闷哼了一句。他神色匆匆地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很快便消失在了病房里。明明我应该早点摆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的，不过就是他名义上的女朋友罢了。我们2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除了我们俩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我还在希望着什么呢？再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他的消息时，是从我大学舍友口中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学校计算机大神江毅和外校一个男生打架了，听说受了很重的伤，好像还被学校处分停课了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连忙走到阳台上给他打电话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，我急得快要哭出来。打过去了10几个电话，终于接通了。江毅，你在哪里？他沉默了许久。我接着问他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的事情你少管。我不知道自己又是什么地方惹到他不高兴了。他声音有些虚弱，但是带着怒意。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僵硬地抿了抿唇。我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跑出了宿舍，打车去了他家。这是我第一次来他家。跟他在大学谈恋爱这几年，他从来不会介绍我给他的朋友们认识，很多时候都是他发来短信约我去酒店。我站在他家门口，使劲敲着门，见无人应答，我便尝试输密码。我不知道他家的密码，但是我只输了1次密码，门便开了。密码是他的白月光沈音的生日，他的锁屏密码就是他的生日。不仅如此，他手机上所有的屏保壁纸都是一个笑容恬静的女孩。一打开门，浓烈的酒味刺鼻。江毅坐在地上，手里拿着啤酒，一瓶瓶往嘴里灌，像是不要命一样。江毅，你不要命了！我生气地夺过他手上的酒瓶，看他这么颓废的样子，实在是让人恼怒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他一把推开我，我被推到了地上。
我注意到了地上一张照片，狠狠地刺痛了我的眼，是一张身穿白裙的女孩回眸含笑的照片，是她的白月光沈音。她一把夺去我手上的照片，眼神骤热，变得冰冷。宋音，你也配摸她的照片？我嘴里泛起苦涩，身体止不住颤抖。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问她：江毅，你既然这么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？你是贱吗？他眸子变得猩红，沉重的身子压了过来，把我狠狠压在了身下。是你贱还是我贱？那还不是照样喜欢我？一个带着怒意的吻落了下来。这是他第一次吻我，每次他碰我，只像是发泄情绪般，但是从不碰我的唇，像是躲避什么瘟疫般。鲜血的铁锈味在我们俩的唇瓣处化开，我抵着他的胸膛，试图推开他。他眼神迷离，喃喃一声：茵茵。我被吻得头脑缺氧，我以为他嘴里的名字是在叫我，却没想他自始至终叫的人都不是我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以为我们会分手，4年了，我始终走不进他的心里。我也清楚他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长得像他的白月光，结果他却给我递了张结婚协议书，为期3年。我妈在我大3那年得了重病，高昂的医药费让我几乎喘不过来气，我甚至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，甚至还没毕业，我便开始出去到处找工作转医药费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我的工资还是远远不足以支付。宋音，跟我结婚，我会支付你妈的医药费。他那日甩给我一张结婚协议书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婚姻持续3年，各取所需。我当好一名合格的妻子，他支付给我医药费。我看着上面写着的各取所需，笑出了声。他图我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或许是觉得我一直以来乖巧听话，是个能发泄他欲望的玩物罢了。江毅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贱，我就是不死心。我还是卑微的期待着跟他结婚之后，他会看到我的好。结婚之后，我尽心扮演好一名妻子的责任和义务。每次温存过后，他从来不会谁留在我这里，而是起身回到他的房间。说来也可笑，结婚3年，我们竟然还是分房睡。每次睁开眼，床榻那边总是无人，甚至很多时候他工作出差也不会告知我，突然消失又出现。应该说，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把我当作他的妻子。我的朋友有时候看不下去了，问我为什么他这样对我，我还是愿意跟在他身边，无怨无悔。我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，因为他给我钱啊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虽然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但是他从来没少过给我钱。每次在跟我上床完之后，他会给我打一笔钱。我笑了，这钱到底是他给的，不要白不要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便主动离开。在跟他结婚的第3年，我怀孕了。那段时间我吃不下去饭，一吃下去便全吐。我以为只是因为感冒肠胃不好，去医院检查的医生却告知我已经怀孕2个月了。他每次进入的时候都会做好安全措施，从来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怀孕2个月，往前推算，应该是那晚，他冲冲撞撞地踢开我的房间，浑身冒着寒意，把我从睡梦中弄醒。那天晚上，他格外的凶狠，不论我怎么求饶，他完全不管不顾。我被折腾得半死，那怎么办？孩子你还要吗？朋友问我，要吧，毕竟是他的孩子。我那时还天真的以为，就算他再不喜欢我，也会喜欢这个孩子。晚上，我做好了一大桌子他爱吃的菜，在客厅里等他回来，准备告诉他这个消息。我等啊等，直到饭菜全部凉透，也没有等来他回来。我给他打去了电话，但是接电话的却是一道女声。你是谁？
我质问他为何拿着江毅的电话。宋音，你猜猜我是谁呢？他嚣张至此，我不敢继续往下听，立马挂断了电话。从头到脚泛起阵阵冰凉，是他回来了。江毅的白月光。我坐在客厅里一整夜，我心里始终还在期待他会回来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第二天提醒上班的闹钟已经响起，他始终没有回来。我如同行尸走肉般起身洗漱上班，拼命把脑海里那道声音忘掉，偏偏越想忘掉，越是让我耿耿于怀。晚上，江毅的母亲给我带电话说让我回家里吃饭。当初江毅和我结婚，他家里面人对我有些意见，不太喜欢我。我一没钱，二没事，但是不知道江毅后来说了什么，最后也没再阻拦。江毅和他家里面人关系不算亲近，他妈便下了一个规定，每个月要我和江毅一起回家吃饭。我联系不上他，于是下班之后自己打车回到了家里。江毅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他妈见我自己一个人回来，有些不满。他公司有些事情，晚一会儿就到。我撒谎了，我其实心里也没底，他会不会出现。我一边给他发着短信，一边应付着他妈的质问。昨晚上一宿没睡，肚子此时有些隐隐作痛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江毅姗姗来迟，但他不是一个人，跟他身后的还有一个人。茵茵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呀？江母热情地拉着沈音的手，嘘寒问暖。我一直只见过照片上的人，第一次站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好呀，宋音，之前听阿义提起过你。他温柔地笑了笑，拉着了我冰凉的手。我望向江毅，只见他的视线正宠溺地看着他身旁的女孩，我心痛得快要喘不过来气。明明知道会有这一天，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。我像是个局外人一样坐在餐桌上，看着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。我只想赶快逃离这里。茵茵妹妹，听说你嫁给阿义已经2年了，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他突然提起了我的名字，我皱了皱眉头，还没等我开口，江毅便急忙解释说道：我跟他马上就要离婚了。我张了张口，想要告诉江毅我怀孕了，但是我犹豫了。我不敢保证他是否会同意留下了这个孩子，毕竟他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有的是人为他生孩子，并不差我一个。江毅，你这个周五有空吗？我们把离婚手续办理一下吧。一次又一次的被他冰冷无情的话语伤得遍体鳞伤，我厌倦了。现在他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。江毅似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，他眸子冷了几分。宋音，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想离婚就离婚的？我冷笑一声，不是你说的要离婚的吗？这难道不是正合你意？既然把话说开，我也没必要待在这里。我拿起包转身便离开，他起身抓住我的胳膊，我被他捏得生疼。我抬头看向他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缠着你了。跟我在一起的这几年真是辛苦你了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里。我以为我不会哭的，但还是在转身的时候掉下来了眼泪。一次次的期待，一次次的相信。我原以为只要自己做得够好，他总有一天会真正喜欢上自己。但是在看到沈音的第一眼，我便知道我输了。他从来没有一次像看沈音那般看过我，我输得彻头彻尾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回到公寓里收拾好了行李，走出了住了2年的家。我捂着还平坦的小腹，宝宝，你不会怪妈咪的吧？以后妈咪一定会努力赚钱养你。我站在民政局门口，等待着江毅。我和他约的是上午10点，现在已经距离约定时间过去了10分钟，他人还没有到。
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迟到，他可是巴不得我马上跟他离婚的。我打电话催了他，上次分开之后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。我问他到哪儿了，他敷衍地告诉我他还在上班，今日没空。我气笑了，你有空去找你的白月光，没空过来办理离婚手续。我干脆打印出来了离婚协议书，签好了我的名字，随后送到了他公司。秘书见到是我，没敢阻拦，我一路顺畅无阻，来到了他办公室门口。屋里传来了一阵嬉戏打闹声，我浑身一怔，愣在了原地。我调整好状态，没有敲门，直接推门而入。里面的2个人防不胜防，被我突如其来的进来吓一大跳。江毅看到是我，他开口的第一句竟然是：谁让你没经过我允许就私自来我公司的？沈音站在江毅办公桌旁边，手上拿着水果，正准备喂他。不好意思，江总打扰了您的好事，不过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都说好了，今天上午跟我办理离婚手续，等了一上午也没见你人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舍不得跟我离婚呢。我故意激怒他，这最后一战我输了。江毅脸色黑了几分，我顺势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。放心，我净身出户，什么也不要。我淡淡的瞥了一眼沈音，看着他说：哦，对了，江总，我已经把家里面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不过建议你回去之后把家里的家具都换一遍，毕竟有很多家具上面都沾染过我的味道。我故意说得很暧昧，都要离婚了。我很幼稚的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沈音，她很喜欢我的身子。她气得咬着牙。我亲眼看着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我释怀地笑了笑。宋音，你10年的青春是时候结束了。离婚后，我搬来了医院附近，一边可以照顾妈，一边可以上班。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我后来只能请了产假，专心在医院照顾妈。这天，我提着保温杯来到了医院，好巧不巧遇到了许久没见的江毅。我像是做贼一般，见到他便躲。我护着肚子，害怕被他知道我怀孕。宋音，他还是看到了我，我不敢回头，一直往前快步走。阿义，你刚刚在叫谁？沈音拉住了他的胳膊，把他叫了回来。江毅心底有些烦躁，他挣脱开了沈音的手。没什么。阿义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心不在焉的？抱歉，我今天有些累了，我玩一会儿再来医院看你了。说完便大步离开。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明明自己最爱的女人已经回到了自己身边，但是心里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喜悦。夜晚回到家，他总是习惯性的把衣服脱下，递给那个总是笑意盈盈望着自己的女人。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替他接过衣服了。来到客厅，也没有了热腾腾的饭菜。他沉默地坐在了沙发上，脑海里和宋音在沙发上翻云覆雨的画面闪过他的脑海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总是回想起那个女人？疯了，他一定是疯了。但是脚步却不受控制地走到了他的房间。离婚之后，这个房子便空了下来，除了清洁人员定期来过之外，他没让任何人进过。之前沈音缠着他想要来这里，他拒绝了。他下意识地把这里当做了他的私人领域，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晚上躺在了床上，他像是个变态一样，深深把头埋在了被子里，闻着还有他身上的淡淡味道。这是离婚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第一次睡了个好觉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他想自己恐怕是被宋音这个女人下了什么迷魂药，否则为什么离婚之后他还总是时不时想起她？有过前车之鉴，我出门更加小心翼翼，害怕又被熟人碰到。
我孕期已经7个月了，距离预产期还要3个月，只要一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便立马带着孩子和母亲离开这个城市。今天做完产检，医生告诉我说我身体虚，要好好补补，不然生产的时候要受大罪。怀孕的这段时间，我确实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我也没舍得给自己请一个保姆，因为我想省钱交我妈的医药费。每次忙到很晚回家，也只是简单做个晚饭。没想到自己怀孕几个月，体重没增，反倒是下降了不少。朋友见到我吓了一大跳，说我瘦的已经快要脱相了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再坚持这3个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沈音穿着一身性感的裙子走向江毅。江毅离婚之后，他待在他身边已经快半年了。在这半年里，江毅待他很好，但是却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。江毅看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过全部都是自己的感觉。每次他表示出亲密的举动时，他都找借口或者拒绝了自己，这让他很难堪。明明他还没出国之前，他满心满眼都是自己。当初江毅发了疯一般求着自己不要离开他，不管他怎么挽留自己都没有留下。沈音不喜欢江毅，从始至终都没喜欢过他。一开始接近他，他看上的只是江毅的身份和地位。很快两人便在一起了。跟江毅在一起之后，沈音很快变腻了，他喜欢有挑战性。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便少了新鲜感，于是他便把江毅甩了，去国外钓外国佬了。这次回国也是因为玩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找个稳定可靠的人嫁了。思考后，还是选择嫁给自己年少时在一起的江毅。不过事情有些出乎他的意料，他结婚了，但是当看到他老婆的第一眼，他便知道自己赢了。江毅找了一个跟自己长相6分的女孩，还没经他出手，那个女孩便自己主动退出了。江毅离婚之后，他提出要住进他的家里，他犹豫了，最后让我住进了他名下别的公寓里。这些他都可以忍，但是唯独不能忍他眼里不再有我。江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拖也拖了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沈音恼羞成怒，他甚至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，但是看着面前的男人仍然不为所动。他怒了，还是说你早就不喜欢我了？你喜欢的是那个冒牌货。沈音，你在闹什么？我闹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还留着这个女人的东西？沈音举起江毅的手，嘲讽了说道，都离婚了，还舍不得把婚戒摘下来吗？江毅似乎是被说到了痛处，脸色骤然一变。江毅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什么随随便便的女人都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？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喜欢那个女人。我一直以来喜欢的人只有沈音。他在心里不停地给自己说，但是他的脑海里却一直浮现那个女人倔强的脸。疯了，他一定是疯了。只有见到他，他才能知道答案。这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被人拉进了小巷子里，我下意识地护住肚子，吓得大声喊救命！别怕，是我。熟悉的声音和气息让我浑身一怔，我立马开始挣脱。这个男人，我躲了他半年多了，可以说现在我一点也不想看到他。放手！我平静地对他说，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。不过半年没见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我穿着宽松的 T 恤遮盖住了我的肚子，显然他没有发现我肚子的异常。江总，这似乎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宋音，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？他拉着我胳膊的手迟迟不肯松，我渐渐没了耐心。不知道江总大驾光临，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茵茵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我笑出了声，
没想到这个跟我结婚3年都没有主动关心我的前夫，竟然在离婚后关心我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如果江总找我就是问我这个事情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我过得很好，恐怕让您失望了。我心里强装镇定，其实慌得一匹。我只想赶快摆脱他，可是他今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一样，硬是要拉着我吃饭。我没有答应他，并且明令告诉他，现在2人之间的关系早已经不是之前的夫妻关系，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强迫我。宋音，对不起，可以原谅我吗？迟来的神情比草芥，说的就是江毅。江毅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什么屁话？难道是你的白月光不能在床上满足你，所有退而求其次再来找我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我忍不住吐槽，他以为这么多年对我的伤害，用简简单单的对不起就能弥补的吗？那还要警察有什么用？对，我就是脑子有病。他猩红着眼朝我吼，我就是有病，在离婚之后舍不得换掉你的东西，舍不得揪下婚戒，我满脑子都是你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我大脑在这一刻似乎停止运作了，不可思议地看向他，像是看作一个神经病一般。江毅，有些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我已经放下了，还要感谢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芥，拜拜了，老娘要独美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契约夫妻协议书。纪潇几乎不可置信地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。你是不是拿错了？他明明已经摆脱他了。袁淼淼摇了摇头，我觉得我们的契约还是有个实体的合同比较有保障。你放心，我今天专门找律师看过了，一式2份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所以你消失了一整天，就是为了弄这个合同。纪潇低头看向袁淼淼，眼底依旧带着不可置信，心底甚至隐隐带着几分欣喜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。袁淼淼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，算是，主要是外面下雨，出租车不好打，不然我早就回来了。听到这话，纪潇的心总算是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。有笔吗？他索性又坐回了沙发上，目光淡淡地瞥向他。袁淼淼的水眸倏地瞪大了不少。有，我拿给你。他转过身翻了翻，立刻把笔递了过去。看到纪潇熟练地签上名字，他也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接过手里的笔。袁淼淼也签上了大名。对了，还要按手印。他抬起小脑袋四下扫了一圈，并没有看到印泥之类的东西。纪潇也注意到他的小动作，于是出声道：明天把合同拿到公司去，再按也不迟。那可不行。袁淼淼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。要是以前他兴许就答应了，可是自从出了早上那档子事，袁淼淼就一直提心吊胆的，万一纪潇明天早上起来后悔了，那他又白瞎了。这么想着，袁淼淼直接伸手捉住了纪潇的大手，握着他的指尖直接蹭在了他自己的唇上。纪潇一愣，下意识收回手臂，就往后撤，别动。眼见着纪潇的手要蹭到他自己的衣服上，袁淼淼再次扑了上去，紧紧地握住了他刚刚那只手，娇小的身形扑在了他的怀里，温热又熟悉的气息萦绕在锁骨下方，让他不自觉吞了吞口水。袁淼淼，他几乎咬着牙低吼了一声，倒不是他讨厌跟他接触，而是担心他继续这么下去，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超出理智的事情。袁淼淼慌乱地爬起来，小手还是死死地握着他的大手。纪先生，你别生气，你看。他努力把他的大手反过来，
让他看清楚指尖上的那抹红色。纪萧一愣，俊朗的眉峰一挑，然后这个可以当印泥。袁淼淼挑了挑眉，一脸的得意。听到他的话，纪萧都有些无语了。不过看他在兴头上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顺着他的意思，在合同上面按了手印。可按在第2张合同上面的指印似乎太浅了，来，再抹点。袁淼淼说着，又要去抓纪萧的手，却被他躲开了。纪萧的拳头握了握，看着再次靠近的袁淼淼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我自己来。”果不其然，听到这话，袁淼淼立刻停了下来，果断地抬起小脸，等着他下手。他的唇那么软，刚刚的触感似乎还在指尖之上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大掌落在了他的脸颊上，拇指轻柔地蹭过他的唇边。不知道是不是纪萧看着他的眼神太过专注，袁淼淼竟然觉得这个动作有点撩，整个后背都跟着一阵发麻。好在纪萧没有注意到他的一样。一天，难道就没问冷君瑶要不要收留你？他倒还真提了，说要对我负责。袁淼淼一面收自己那份合同，一面回了他一句。几乎在顷刻间，他就感受到纪萧冰冷的视线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袁淼淼只顾着装那份合同，完全没注意到纪萧微妙的变化。他说：“昨天给我打了电话，但是没人接，今天又消失一整天，以为我被拐了。他倒是很关心你。”那袁淼淼的话说到一半，就对上了纪萧清冷的目光。他默默地吞了吞口水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他就是作为老板对员工的担心，是个难得的好老板。当然，这还不都是纪先生你的眼光好。袁淼淼说了半天，总算是圆了回去，顺道还吹了一波纪萧的彩虹屁。可很明显，纪萧并不怎么开心。他伸手把沙发上的合同拿了起来，直接向着书房门口走去。袁淼淼自然也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。纪先生，等等我！还没等他追到身前，纪萧清冷的嗓音就传了过来，把书房收拾干净。可是没有可是哦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默默走了回去。纪萧轻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迅速发了一条消息给宋成：明天把别墅大门的锁换成指纹识别锁。当宋成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找了袁淼淼一整天都没有任何消息，担心回去被纪萧虐待，只能临时躲到了陆清了。这完了，我们家先生看来这次是真的要跟袁淼淼彻底决裂了。宋成说着，把手机递给了陆清了。门锁都要换了。陆清了眉头皱了皱，脸色也有点难看。他们之前总是担心纪萧跟袁淼淼在一起，袁淼淼会伤害他，让他的病情加重。可现在看来，袁淼淼突然离开，对于纪萧也不是什么好事。你说这个袁淼淼还能去哪？袁家没有人会收留他，他之前那些所谓的朋友也没有人愿意理会他。你说他会不会去找他的前男友苏安和？陆清了挑了挑眉，有些不确定地看着宋成。宋成虽然没开口，可他脸上的表情绝对可以用惨烈这个词来形容。纪萧的身体情况本来就堪忧，如果知道袁淼淼去找前男友，结果简直不堪设想。陆少爷，要不你晚上去瞧瞧我们家先生，他已经疯狂工作一整天了，而且不吃不喝，如果晚上再失眠一整夜，第二天就更难熬了。陆清了想到纪萧那个癫狂的状态，也有点头皮发麻，可想到他的身体情况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他家了。只是陆清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等他赶到纪萧家里的时候，开门的竟然是袁淼淼。你怎么在这？
陆清了站在门口，目瞪口呆地望着袁淼淼。袁淼淼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眸子，抬起头，这才看到来人是陆清了。听到他的问题，他本能地反问了一句：“我不在这，应该去哪？你应该……”话刚说一半，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：“纪潇呢？你在这，他呢？不会是出去亲自找袁淼淼了吧？”陆清了正担心着，就听着袁淼淼略带慵懒的嗓音传了过来：“季先生在楼上的卧房，已经睡着了。你要是有急事，我帮你去叫他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慢吞吞地爬上楼梯。刚刚他给纪潇按摩的时候，迷迷糊糊就趴在一旁睡着了。要不是听到了楼下的门铃声一阵接着一阵，他才不要下楼。什么？他睡着了？陆清了激动的差点咬了舌头。他3步并作2步，直接冲上去拽住了袁淼淼的胳膊。你是怎么让他睡着的？有没有使用药物？平时纪潇睡觉一直要靠药物来控制，但是最近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大，所以陆清了控制了药量，尽量让他少吃或者不吃。眼下难不成纪潇又吃药了？他可能太累了吧，就躺在那让我按摩几下就睡着了。袁淼淼回忆了一番，很是认真地回答了陆清了。他的话刚一出口，陆清了嘲讽的话就准备在嘴边了。可当他的眼睛对上袁淼淼那双水眸的时候，他诚恳且认真的目光不由得让他一愣，选择相信了他。那好吧，既然他已经睡了，事情明天再说也不迟。陆清了摆了摆手，我先走了。袁淼淼站在楼梯上停顿了几秒，听到关门声，这才又继续慢吞吞地爬上楼去。刚走到楼梯拐角处，他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抬头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房间门口的纪潇。嘿，你醒了？袁淼淼一双水眸弯了弯，刚刚陆清了来找你，好像有急事。他刚出门，我去帮你把他叫回来。他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了纪潇的声音：“不要走。”袁淼淼一愣，回过头有些不确定地看着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他刚刚的声音似乎带着几分恳求，一定是他没睡醒，要么就是他。他这么想着，目光落在纪潇的身上，刚好看到他有些泛红的脸颊。回想起刚刚陆清了的话，袁淼淼心底有了个不成熟的想法：纪先生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走了过去。刚刚纪潇喝的那罐果酒里有12%的酒精，不会是喝醉了吧？小说里也没说纪潇的酒量怎么样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好像是醉了，但又好像不像。袁淼淼这么想着，站在纪潇的面前，试探性地张开双臂说道：“要不我抱抱你？”眼见着袁淼淼越走越近，纪潇的心绪也跟着起伏不定。这一整天发生的时间都让他无比的煎熬，他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般。他之前下定决心离开袁淼淼，终结的只是他这么多年的妄想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回应过。可现在一想到他会离开他，他整个人都要疯了。他无法想象他离开之后会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借着刚刚喝的那瓶酒当挡箭牌，纪潇无耻地弯下了腰，抱住了他。他的俊脸藏进了他耳边的发梢，闷闷地回了一句：“没醉。”卧槽，卧槽！原本袁淼淼还在担心会被纪潇回怼，现在有了这句话，他更加确定他是真的醉了。他原本还有点迷糊的神经瞬间沸腾了起来，万万没想到纪潇喝醉酒竟然如此的乖巧可人，和蔼可亲。他的小手轻轻地拍了拍纪潇的后背，很是轻柔地问道：“你怎么醒了？是刚才的门铃声吵醒你了吗？”纪潇点了点头，
在他颈窝里蹭了蹭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，才算是停了下来。头疼，他喃喃地窝在他的颈窝里，沉沉地开了口，语调里甚至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。袁淼淼闻言，一时间也有点懵。面对一个如此高冷又帅气的男人撒娇，是个人都扛不住，他自然也是个人，自然也扛不住。我给你揉揉。袁淼淼说着，一双小手就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太阳穴上，借着纪霄抱着他的小身板，袁淼淼一步一步地挪进了他的卧房。眼见着床铺越来越近，他之前飘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。就他这个小体格，撑一会还好说，撑时间长了那就不好说了。纪先生，你身后有床，你可以躺。哎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纪霄就听话地倒了下去。袁淼淼条件发射地去拉他的衣服，却只听到了撕啦一声衣服扯烂的声响。看着手里被撕下来的那块衬衣，又瞄了一眼他完全暴露在外的腹肌，袁淼淼默默拿起手里的那块布遮住了小脸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他说着，悄咪咪地露出半个小脸看向纪霄，却见着他正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那姿势怎么看怎么撩人。我怎么做你才会留在我身边？一直没怎么开口的纪霄忽然主动问了一句，目光颇为认真地看向袁淼淼。要不是他知道纪霄是喝醉了，这个问题绝对会吓到他。可眼下他喝醉了，那他能说的答案可就丰富多了。那我得好好想想。袁淼淼说着，坐在了床边，目光不由得打量起一旁的纪霄。不如你让我摸摸你的腹肌。袁淼淼故意说话逗他，一副就是缠他身子的样子。他的话让纪霄微微一愣，他估计想了10000个回答都不会有这一条。他的目光落在他的小手上，之后又缓缓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似乎在犹豫。看着纪霄这个糗样，袁淼淼心底早就笑翻了，可面上他还是装作很是为难的样子，缓缓开口了。我思来想去，摸腹肌确实不太雅，要不你脑袋给我摸摸？堂堂高冷的大总裁，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绝无仅有吧。趁着纪霄喝醉，袁淼淼绝对是在他的底线上疯狂试探。他说着，小手一伸就放在了他的面前。你最好考虑清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觉得手心里忽然一沉，纪霄竟然真的把下巴放到了他的手心里。袁淼淼看得满眼惊奇，另一只手只顿了一下，就很不客气地在他的脑袋上揉了揉。这样你就会留下？纪霄的黑眸眨了眨，看着他的眼神带着不确定。他的嗓音与往日不同，让人听着心颤。袁淼淼抿抿小嘴，果断地摇了摇头。那可不行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抹受伤就划过了他的眼底。袁淼淼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，一双小手立刻就捧起了他的脑袋。我不是要离开你的意思，我意思是你以后多让我摸摸你的脑袋，我就不会走。他的水眸微微颤动，有点紧张地盯着纪霄，似乎生怕他不相信似的。忽然，纪霄勾唇笑了，嗓音极为温和地说了一声好，之后他就满足地在袁淼淼腿窝上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靠着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袁淼淼后知后觉，看着已经入睡的纪霄，无声地叹了口气。他原本想借机占一下男神的便宜，结果现在便宜没占着，他反倒成靠垫了。不过谁让他是他男神呢？自己的男神，自己得惯着。他的小手轻轻地在他的脑袋上抚摸着，不知不觉就靠在床头上睡着了。明显察觉到脑袋上的动作停止了，
一直躺在袁淼淼腿上的纪潇却忽然睁开了眼睛，看着床头上的人儿。纪潇眼底带着从未有过的温柔，寂寥的夜似乎也没有那么漫长了。托纪潇的福，袁淼淼上班又迟到了。当他开车疯狂飙到公司，又狂奔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就看着冷君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，一脸不意外地看着他。袁淼淼，我这律师事务所是你们家开的吗？袁淼淼抿了抿小嘴，默默走了进去。你要是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看着冷君瑶无语的样子，袁淼淼把手里的包包放在了桌面上，身子就压了下去。也不知道是谁改了我的手机备注，害得我差点无家可归。他明显带着责备的话，让冷君瑶忽然有点不自在。好吧，这次算我有错在先，我们不如各退一步，好好上班，你看怎么样？袁淼淼点了点头。那好吧，成交。冷君瑶轻笑了一下，直接起身从位置上站了起来。那你就收拾一下，现在跟我出发。现在？袁淼淼几乎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现在去哪？冷君瑶抬手指了指上面，楼顶健身馆，有个客户15分钟之后到。很明显，袁淼淼根本没有什么兴趣。这不是你的秘书卢佳曼的工作。他扬了扬眉，扫了一眼桌上放着的文件，打开抽屉，把包塞了进去。他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就看得出那个卢佳曼对冷君瑶感兴趣，尤其是看着谁都是一副情敌的模样，怎么会把这种靠近冷君瑶的机会让给别人？事出有因，必定有妖。他身体不太舒服，去医院检查了。冷君瑶似乎并不以为意，他指了指桌上的文件说道：一会把资料拿上去，正好路上稍微熟悉熟悉这个案子。虽然这件事情并不需要袁淼淼插手，可总要让他分清楚手里的资料有哪些。袁淼淼只好点了点头，无奈地收拾了一下资料，就跟着冷君瑶上了顶楼。原本没有什么兴致的他，到了顶楼健身房，整个人瞬间精神了不少。老板，老板！他3步并作2步地冲了过来，凑到了冷君瑶的身旁。这健身房离着咱们公司这么近，有什么福利没？听着他有别于往常的称呼，冷君瑶眉梢一扬：你想要来这健身？袁淼淼点了点头。眼前这个顶楼健身房的设施光看起来就很豪华，所有的健身器材一样不少，而且几乎每个器材旁边都有个身材超棒的健身教练。健身房的最东面还有个无边际游泳池，远远看着就觉得让人身心舒畅。我听说你不是最讨厌运动？冷君瑶斜睨了一眼袁淼淼，看着他两眼放光地看着远处的泳池，实在很难把他跟之前的调查资料放在一起。我以前那是偏见。袁淼淼反倒是直接承认了。现在我想重新做个好人。冷君瑶有点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好，等一会见完客户，我就带你去办张会员卡。感谢老板，自己出钱。没问题。袁淼淼心满意足地抱着手里的资料，跟在冷君瑶的身后。为了方便一会不至于冷场，他甚至还打开了文件夹，扫了扫里面的资料。可当他看到上面的案情，他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。冷君瑶虽然在前面走着，可视线却时不时地落在他身后的人身上。当他注意到袁淼淼停了下来，有些好奇地转过身看向他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？袁淼淼摇了摇头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没什么问题才怪。他现在总算是明白卢佳曼为什么会忽然身体不好了。他这身体主要是因为他袁淼淼不好的。
淼淼，好久不见呐！”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果然，冤家路窄，光听声音，袁淼淼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许盼儿无疑，可依旧扯了一丝笑意。也没多久，就那么几天，看来许小姐的记性不太好。听到这句话，许盼儿的脸色闪过一丝阴狠。上次被他打的事情还犹如昨日，他又怎么可能不记得？要不是这次他另有目的，一定狠狠地抽他一耳光。这位是站在一旁的冷君瑶，明显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，适时开口。许盼儿冲着他轻轻点了点头。你好，冷律师，我是小三。没等许盼儿的话说完，袁淼淼就帮他补了2个字。许盼儿恶狠狠地瞪了袁淼淼一眼，愤恨道：“在安和那，你才是不要脸的小三，他从始至终就没喜欢过你。”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袁淼淼抿了抿小嘴，一脸满不在乎地望着他说道：“那你们结婚了吗？我这么远来华纳是来办婚前财产公证。”袁淼淼根本就没给许盼儿插嘴的空，就拍了拍身后的冷君瑶说道：“老板，这可是个大客户，打个折扣吧，以后离婚了，案子咱们还能再赚一笔。”冷君瑶站在一旁，光看袁淼淼表演了，山上的笋都快被他夺光了，根本没有许盼儿发挥的余地。你，淼淼，你怎么在这？忽然一道熟悉的嗓音传了过来，所有人的视线就跟着望了过去。许盼儿第一个反应过来，立刻冲过去，凄凄爱爱地靠在了他的怀里。安和，他欺负我，他说着，还不忘用指尖轻轻按一按眼角，一副梨花带泪的可怜模样。可他身旁的苏安和却没了以往看他的眼神，相反的，他的目光看向站在对面的袁淼淼。他一身精简又酷飒的装扮是他以往没见过的，倒是眼前一亮。袁淼淼撇撇嘴，一想到苏安和的人设，他就觉得烦，压根不想理会他。空气瞬间有些尴尬了起来。好在冷君瑶除了看戏，还记得他的工作。苏先生，你好，我是冷君瑶，我们刚刚约了在泳池见面。他冲着苏安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极为职业的笑容。这位袁小姐是我的助理。有了冷君瑶的台阶，苏安和自然立刻冲他点了点头。冷律师这边请。一旁的许盼儿明显不满意这样的结果，他立刻拉住了苏安和的胳膊说道：“安和，他刚刚欺负我。好了，盼儿，出来玩就是为了开心，先跟你的小姐妹们去那玩吧。”苏安和抬手拍了拍许盼儿：“等我忙完再去找你。”他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，可望着许盼儿的眼神却不容反驳。许盼儿的嘴巴张了张，最终只能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等你。临离开，许盼儿还不忘用眼睛剜了袁淼淼几眼，真是幼稚。就这个段位还能嫁给苏安和，不得不说两人眼瞎到一块了。淼淼，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苏安和看到许盼儿走远了，目光这才又重新落在了袁淼淼的身上。之前袁淼淼还没跟袁家断绝关系，他父亲始终想让他讨好袁淼淼，为的就是家里的生意。袁淼淼当时虽然喜欢他，可碍于纪潇和袁家的脸面，两人别说亲嘴了，手都没牵过。他当时一心抗拒父亲的计划，还睡了袁淼淼的闺蜜。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讨厌袁淼淼，尤其是这么久之后再次见到袁淼淼，竟然还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好在他跟袁家已经断了关系，想要潜一下这样的职场小白，恐怕易如反掌吧。托你的福，好得很。袁淼淼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句：“如果你寒暄完了，
还是进入正题吧。他说着，直接把手里的文件递了过去。可没等苏安和的话说完，袁淼淼直接扭头看向了冷君瑶。老板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可能要先去一下洗手间。冷君瑶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客户跟袁淼淼还有这么深的渊源。如果说刚刚看许盼儿跟袁淼淼斗嘴，他是在看戏的话，那么现在他明显有点护短了。淼淼，苏安和还想出声阻拦，却一把被冷君瑶拉住了。苏先生，我们还是先处理一下合同吧。眼见着把袁淼淼叫来已经无望，苏安和叹了口气，只能跟冷君瑶谈起了工作。而离开的袁淼淼自然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拿了杯果汁，看起了楼下的风景。可总有些人不愿意让他安静，就比如刚刚受气的许盼儿，他刚刚离开没多久，就把约到一起的小姐妹们都叫了过来，看袁淼淼一个人落单，他们几个人就全都凑了过来。就是你勾引我们家盼儿的未婚夫。一道尖锐的嗓音传来过来，袁淼淼回头一看，一个满头卷发、穿着红色泳衣的女人站在他面前，看她的模样跟许盼儿竟有几分相似。袁淼淼估摸着她应该是许盼儿的姐姐。袁淼淼仰头喝了口果汁，她未婚夫，我没兴趣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盼儿跟苏安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始终对他死缠烂打。听到这话，袁淼淼差点就直接笑喷了。我死缠烂打？袁淼淼冷哼，你不如问问那边的当事人，到底是谁死缠烂打，是谁随叫随到，随地约炮？你大姐，你跟他瞎扯什么？就这样的女人打就对了，不用跟他废话。一旁穿着绿色泳衣的女人明显看不过去，直接就要动手。好在袁淼淼身手敏捷，直接躲开了。几个人见状，一个个直接扑了上来。袁淼淼自然也不跟这几个女人客气，一脚一个，统统给踹进了游泳池。你这个贱！噜噜噜噜！没等泳池里的人上来，袁淼淼一脚就给他踩下去了。几次三番，几个人只敢在泳池里面远远地咒骂袁淼淼，没有一个人敢靠岸。这边的嘈杂声很快就把周围人的人都吸引了过来，就连冷君瑶跟苏安和也一同赶了过来。看到泳池里面骂骂咧咧的几个人，跟坐在泳池边用脚划水的袁淼淼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安和、许盼儿见状，立刻游了过来，可刚到岸边，就看到袁淼淼站起身来，吓得他立刻又缩了回去。袁淼淼不消地嗤笑了一声，伸了个懒腰，就走到了冷君瑶的身旁。老板，我们可以去办卡了吗？冷君瑶上下打量着袁淼淼，看他不像吃亏的样子，暗暗松了口气。安和，他刚刚动手打我们，不能这么算了。我们要验伤，要告他。对，告他，他伤人在先。袁淼淼闻言，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。明明是他们几个人挑衅在先，想动手没打过他，现在竟然倒打一耙。要不是他不会游泳，他现在就跳下去给他们一个个都灌饱。苏安和站在一旁看了袁淼淼一眼，眉头微微一皱，看似为难地开口道：如果你道歉的话，这件事情可以不追究。你还真是好心。袁淼淼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不消地开了口。这个时候他倒是热衷于和稀泥，那可不行。没等袁淼淼再次开口，冷君瑶就站在了袁淼淼的面前，挡住了苏安和的视线。我律师行的人出了问题，自然是要严肃处理。袁淼淼眉头高高一扬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冷君瑶。这个坑不会又要坑他吧？
刚刚他们的行为属于群架，首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结伙殴打、伤害他人的，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，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冷君尧一脸淡然地看着苏安和，侃侃而谈。对于这种既不能查清加害人，对这种首要分子应转化定罪，对其他积极参加者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。你什么意思？苏安和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一脸严肃地盯着他，意味不明。冷君尧耸了耸肩膀，无奈道：意思是他们告他，他们同罪，而许盼儿作为首要分子重罪。我没有，是我姐许盼儿。没等冷君尧这边多说什么，许盼儿的姐妹团已经开始互相手撕了。袁淼淼站在冷君尧的身后，还真是乐见其成。对了，还忘了一条，受邀约参与斗殴，到达现场未直接参与的，认定为从犯。冷君尧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故意顿了一下。比如说，苏先生你……苏安和被冷君尧说的一愣。我没有要约架的意思，可你确实是受许小姐相邀而来。至于是你们口头约定还是其他，无人能证明。冷君尧耸了耸肩，到时候怎么判定，就不是我的工作了。不如我们就当这是个误会，怎么样？冷君尧看他沉默了半天，主动提了个建设性意见。苏安和自然点了点头，算是应允。冷君尧刚开口要走，结果就听到苏安和先他一步开口了：淼淼，我有事情想跟你单独谈一下。他看着他的目光极为真诚，倒是少见，可他还是摇了摇头。算了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就算是为了工作。苏安和转头看向冷君尧说道：袁淼淼是你的员工，我跟他交接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？冷君尧的眉头明显皱了皱，可还是点了点头。袁淼淼见状，略显嫌恶地撇撇嘴，可碍于刚刚冷君尧帮他的份上，也只能同意了他的要求。有什么事说吧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聊一下。他说着，冲着袁淼淼做了个请的动作。毕竟现在人多眼杂，很多话不能放在明面上说。袁淼淼为了尽快摆脱他，也只能勉为其难。两人一前一后去了泳池旁的休息室，结果刚进门，苏安和就在袁淼淼的眼皮子底下反锁了房门。他一把拉过袁淼淼的胳膊，把她壁咚在了墙上。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聊。他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，眼睛总是似有若无的在他的脖颈以及脖颈下方流连。你想做什么？袁淼淼眉头猛地一皱，很是嫌恶地盯着他。他是泳池里的水喝多了，脑子也进水了。淼淼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他说着，身形就压了下来，可脸还没凑近袁淼淼，就直接被他右小手扣住了。他借机一抬腿，顺势把苏安和一脚踹开了。苏安和，收起你这套，许盼儿吃，我可不吃。你被袁淼淼直接拒绝的苏安和脸色瞬间一变。你以为你还是袁家的宝贝小姐？你有什么资格拒绝我？你配吗？袁淼淼嘴角抽了抽，不得不佩服原主之前的眼睛，真是瞎得离谱。而始终没听到袁淼淼反驳的苏安和，还以为刚刚的话起了作用，整个人更加得意起来。我告诉你，袁淼淼，你要是识相点，我绝对能保证你衣食无忧，继续做你的大小姐。否则，他的眼睛阴狠地眯了眯，否则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他说着，一步步向着袁淼淼逼近。眼见着苏安和靠近，袁淼淼冷哼了一声，小拳头瞬间就握了起来。今天我还真想好好领教领教你的心狠手辣啊！
袁淼淼的话音刚落，就听着休息室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几乎在听到惨叫声的瞬间，冷君瑶就赶了过去。可是房间门被反锁了，她根本进不去。袁淼淼，冷君瑶狠狠地拍打着房间门。苏安和，你把门打开！早知道袁淼淼会发生危险，他刚刚绝对不会答应他跟苏安和单独见面。袁淼淼，就在他打算抬脚把门踹开的时候，房门却从里面被打开了。袁淼淼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煞有介事地撩了撩有点凌乱的头发。你没事吧？冷君瑶有点紧张地看着他，却发现他身上似乎并没受伤，而且房间里似乎还能听到哎呦呦的声音。袁淼淼点了点头，我没事，不过里面那位恐怕以后身份上要换个性别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